首先，我要说，这是一道大家都能够做出来的一道菜，而经过我的解说，或许你也能够做出很好吃的一道菜。不过，就是把猪肉先和一和，炒手包一包，酱料调一调，然后加入超好吃的火星炒肉川味红油，最后放入煮好的抄手，能有什么困难的呢？从最开始，你要准备一根姜，切掉不要的部位后，切成适当的大小。话说，不知道是我刀子不利，还是这姜特别的硬，切起来有点不顺。然后拿出你家的金属汤匙，把姜的表皮刮下。如果你不想用汤匙的话，也可以用刀来刮。但我个人的经验，要刮这种不太平的表面，用汤匙可以刮得最快、最干净。把姜切成2半，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平的表面，让原本会滚来滚去的姜可以服服帖帖地固定在砧板上。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地把姜切成很薄的薄片。接着再把姜切成细丝，然后把细丝切成碎末。如此你就得到了一堆姜末。当然，如果你有食物调理机，可以把姜打碎也是可以。但这样这部影片的时间可能就很难超过8分钟了，而无法在中间放广告啦。总之，你需要一些姜末就对了啦。拿出你买来的猪绞肉，绞肉的肥瘦比最好是肥1瘦3，这样可以有 Q 弹的口感，且保有鲜美的汤汁。用盐和白胡椒调味，然后加入米酒。米酒可以去除腥味，并带出肉和油脂的鲜甜。接着加入2小匙猪油，增加肉质的风味。然后撒上你刚才切了很久的姜末，增加肉馅的口感和些许的辛香。把肉馅和调味料混合均匀。然后加入冷高汤，增加肉馅的水分。放入1颗蛋白，可以让肉馅煮熟后更加 Q 弹而不易散开。再加入一些高汤。话说高汤要分次加入，不然肉馅可能会过湿，而不易乳化出筋。现在开始快速搅拌肉馅。当你拨动肉馅时，看到出现这种细丝，就表示肉馅已经出筋了。出筋的越多，口感会越 Q 弹，但过度出筋，煮熟后会变得很硬。而出筋不足的话，质地会过于松散，使得口感不佳。所以要稍微拿捏一下搅拌的程度，过于不急都不行。肉馅拌好了，就可以拿出炒手皮来包炒手。话说我一时找不到炒手皮，所以拿了馄饨皮来代替。炒手皮一般会比馄饨皮厚一点，口感比较实在，也较能维持炒手的形状。把适量的肉馅儿拨到炒手皮上，从对角对折，然后在边上沾上一些肉汁或水，把两边向中间平平的对折，然后将2个角粘上，折成一个元宝形状。让我们再试一次，先把适量的肉馅拨到炒手皮上，斜角对折后稍微压一下，翻个面，把两边的角水平的向内线中心对折，然后在一边角上沾水，再把两边折在一起粘合，就完成了。至于肉馅要包多少，就看个人的喜好。喜欢肉汁四溢、口感饱满的，就把肉给它塞好塞满，到快要爆掉。如果喜欢面皮清爽的 Q 滑口感，就大约1个大拇指量就够了。通常1小袋皮大概可以包1.2公斤的肉，600克的肉大概可以包50-60个炒手。如果吃不完，可以放到冰箱冷冻起来。
一般人包顺手的话，大概15分钟就能包好50-60个。包一包还有机会达到冥想的效果，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啊！抄手包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烧一锅水，然后开始调制红油配料。先在碗中加盐，然后放入1小匙猪油。如果你没有猪油，也可以放香油。加入一些糖，然后加入白醋和酱油。以上的调味料都可以依个人喜好做调整。接下来拿出今天的主角红油。你说红油炒手的主角不是炒手吗？当然不是啊！好的红油可以把炒手的美味推到全新的高度，所以它当然是主角喽。把红油和底下的香料混合均匀，这样可以让整体酱料的味道更香、更有层次。在碗中加入2大匙的红油。接下来是我个人比较的独门配方——火星小厨秘制麻辣酱。只要加入一点点，就可以大大增加多种丰富的风味，也让我可以少一个做花椒油的步骤，是不是很省事呢？把抄手放入滚水中煮约3分钟。在还没浮起来前，最好轻轻的搅动，以免抄手沉底粘锅。每次看着浮起来的抄手，像是水中舞蹈的舞者上下翻滚，感觉十分的疗愈。舀1匙煮抄手的水到装了调味料的碗中，然后把所有调味料混合均匀。煮过抄手的水因为含有面粉的淀粉和蛋白质，能使调味料中的液体乳化，让各种味道能完整的接触味蕾。煮好的抄手就可以捞起，倒入碗中。雪白的抄手一个个滑入鲜红的汤汁中，形成强烈的对比。撒上一点鲜脆的葱花，除了装点颜色外，也增加了口感和香气。这道色彩诱人又十分容易的红油抄手就完成啦！现在你可以拿出你最喜欢的汤匙，尽情的把抄手和酱汁混合，让每一个抄手沾上鲜艳的红色。新香料随着酱汁点点披附在反射着光彩的面皮上，各种香味随着蒸汽进入鼻腔，立刻开启了唾腺的分泌。舀起一颗抄手入口，新香的酱汁包裹着丝滑的面皮，舌尖立刻感受到的是辛辣浓烈的味觉刺激，和抄手在口中翻滚时那温润口感的巨大反差。而糖和醋中和了辣味，让原本刺激的酱辣变得温和而有深度。轻轻咬下，鲜美的肉汁在口中喷发，辛辣、麻咸、甜酸和各种香料的香气被鲜甜的肉汁所收服，而融合成另一种全新的味道，是一种单纯却又富含层次的味觉体验。你说，不过是一碗抄手，有必要这样吗？可以在最简单的事物中体验到最多的精彩，这样的人生你不喜欢吗？好吧，我要去接小孩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另外记得帮我按下面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会收到我最新的讯息。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你喜欢